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一起慢食慢活厨房。我是叶月娇老师，今天我们的主讲人邀请到陈真颖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陈真颖，很高兴来到这个慢食厨房来谈谈慢食。讲到意大利呢，就讲到慢食这一块，我想我人生当中啊，到意大利那个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印象呢。对陈老师你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旅程，因为也是我开始真正接触慢食，看到慢食的真实状况的一个重要旅行。那当然谈到慢食之旅之前，可能要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慢食之旅。对，那我当时候我是旅游系的主任，那叶老师呢是生技系的主任。那我们当时候都希望科系可以比较有特色。对，那我的旅游，尤其旅游呢，美食观光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台湾是美食王国，所以也让我发现了慢食这样一个理念，然后是非常一个可以运用在台湾深度旅游的一个理念跟精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了解。就是我开始去了解慢食，然后当时候呢也发现，台湾其实很早就有韩良露在推广这样一个慢食的理念，对，然后包含后者徐仲还有尼尔森，他们还跟随着去意大利的美食科学大学去读这样一个慢食的就是真正的品味的一个课程，所以透过他们的引荐呢，我们也真正的开启了就是开始了去筹划这样一个意大利的慢食之旅。时间过很快，是6年前了。对啊，那一次我们见了什么人啊？我们当时候呢，其实也是跟他们联络很多次啊，可能他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也很幸运的，就是透过那个外交部的驻意大利代表那夫人，然后帮我们去做这些的联络，因为他懂意大利文。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就是整个的行程规划呢，那 Aden 也帮我们的很大的忙，所以也才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去走这样一趟慢食之旅。对，不过那一趟回来，其实我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们后来去韩国。后来回来之后呢，其实上我们一路就是想要推动这个，包含在课程上的改变，还有包含在学校里面开始成立了教师社群，然后呢也开始了我们想要把这个理念推动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就是大林镇。对，那大林镇长就回来过了不久，我们就去找了大林镇长，然后呢也想如果是透过整个城市有一个环境的营造，那对我们推动来讲是更好。所以呢，大林镇长呢，当时我送了一本慢城的书给大林镇长，然后他当时看了以后，他觉得很喜欢啊。那当时大林镇长是黄真宇镇长，然后所以呢，他很乐意的，就是也要跟我们一起推动，那也启动了我们到韩国去参加他的慢食博览会。不过后来有点还是不是很那么的热衷嘛，后来我们到花莲呢，你记得我们到花莲去吗？那花莲呢，是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花莲的慢城其实有一个就是张佩瑜小姐，她已经开始在启动这样一个慢城的认证。那我们为了要推动大林的就是成为慢城，所以我们也到了那边去见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个东西。那也很感佩他们一路以来就是非常的，尤其是张佩瑜小姐，她很努力的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开始在推动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也见证了他们真正成为第一座台湾的国际慢城。对啊，那凤林我想现在蛮重要的哈，不管包括他们在推动慢食啊，还有慢城，还有包括做了很多百鬼夜行的这些活动哈，那其实上也对我们影响很大了哈。那当然，我等一下后面的阶段我们要来提到的是，我们两个其实也一直在走了很多国家，还有包括泰国啊，还有包括呢品评这一块。那待会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看看，到底什么样呢叫做呢是慢食慢城的理念。
好，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认识了意大利哈，包括我们2个好朋友一起去韩国、花莲还有泰国。那陈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慢食的理念呢？其实慢食呢是当时候1986年的时候，那个创办人 Carol Porcini 呢，发现第一家的速食店就是麦当劳要在知名的西班牙广场成立的时候，他当时候就是举办了一种饮食革命啊，类似一个饮食革命。对。那当时候意大利也陷入假酒假油的一个食安风暴里面，所以当时候他这样一个饮食革命呢，也引发了大家一个很大的回响，所以开始了所谓的慢食组织啊。对，那想要认识更多有关于 Carol Porcini 他怎么样去发动这个美食革命，当然就要看这部影片。这个影片呢，都可以买得到，那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得到。那对啊，那陈老师，那到底呢，什么是慢食的真正的理念啊？慢食呢，其实它推动就是最主要有3大原则。那叶老师记得那3大原则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喽，就是好、干净跟公平，对吗？对。那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干净？或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公平？那这些东西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什么叫做好？好，当然就是好吃。可是呢，什么叫做好吃？个人的定义可能是很主观。对。可是呢，在慢食里面，他希望你能够客观，不仅有主观的味觉，同时要有客观的知识。什么是客观？对，这个客观的知识包含你要知道食物的来源，就像我刚才说的笋子。那笋子在大林有笋子，在中部也有笋子，北部也有笋子，都有。那这些笋子到底为什么他们会同样的品种在这些地方，为什么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呢？对，那当然它就跟整个环境有关系，包含它的气候，包含它的土壤，对，包含它整个环境，周边的环境。那这些东西呢，消费者他主张消费者应该走入生产的体系里面，而不是只有生产者或是供应商去了解这个整个过程，也不是只有研究者去了解这些东西而已。我们都忽略了消费者其实因为他的需求可以去推动整个生产者去生产怎么样好。干净跟公平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消费者其实，在慢食里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推动这样一个慢食理念到每一个人身上。对，也就是说，消费者你要吃好的东西，那生产者当然就会给你好的东西，这样子对吗？对，没错。所以这也就是慢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想法。陈老师，我们讲到就是说慢食了，可是到底慢食怎么跟慢城做结合？为什么会跟慢城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其实上慢城呢，它起源于慢食，所以当时候因为那个 Oviedo 这样一个城市，就是在意大利的罗马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呢，他们当时候呢，这个市长很喜欢慢食的理念，所以呢，他邀集了Carol Porcini 一起去把这个慢食推动到城市里面。对，所以当时他们结合了3个小城市，包含这里面 Oviedo 以外，还包含了 Bra， 就是那个慢食的起源地，共同来推动所谓慢城。所以其实上现在目前国际上有所谓的国际慢食组织，对，跟国际慢城组织，这个慢城组织主要就是要用在城市里面去推动整个慢食。那它有什么条件吗？对一个慢城合格的慢城，慢城呢，基本上它是要5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因为它希望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营造它自己地方的特色。那因为小，所以呢，它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包含你必须要讲究有机的，必须要讲究交通的低碳，然后必须要保留当地的饮食文化，手工艺品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是一个小城市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推动。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它有这些小城镇，它也才能够去主张每一个城镇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所以小其实上基本上就是慢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太大的城市，它其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对。然后再来，他们必须要通过7大的指标，7大的那个7大面向，8大公约，还有72个指标。那这里面都有很多是跟环境永续性，还有呢好客啊，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让游客进来可以去真正的接触到你们的文化啊，怎么样去友善的对待这些游客。那这些东西都不太容易达成哦。对啊，所以这些。所以今天陈老师，我想要讲得很清楚，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围裙上面的这个瓜牛吗？
这个可爱的瓜牛，其实上它也是慢食跟慢沉最重要的一个符号。那我想以后大家看到这个瓜牛，也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慢食跟慢沉最重要的符号了。那我们刚刚陈老师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慢食啊，跟慢沉的一些理念啊，那今天陈老师带这么多东西来，是教我们怎么吃吗？很可惜没有，今天没有吃，这一集里面没有吃。不过我们后面我想叶老师还会安排很多吃或是专业的品评，会的，拿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基于慢食理念去做品评跟吃食物。那我最主要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如何在生活里面实践慢食，尤其从你的了解食物开始。那尤其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加工产品，对，那加工产品里面，其实我们在健康的饮食里面，或是慢食的饮食里面，当然希望你能够吃原形的东西，尤其对可以靠近产地的食物，那减少那个碳的排放，对，还有可以造就更多的那个多样化，然后让当地的食物可以保存下来。对，那可是呢，你面对了这么多的加工食物呢，那实际上你怎么样去实践你说你可以重视怎么样去知道食物的来源？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像冰淇淋有这么多种，有台湾的，有美国的，贵的、高单价的，意大利的、便宜的。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辨识这些东西？到底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对？什么食物的来源？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成分表。那可能他告诉你这是冰激凌，那可是呢，问题是是一个水果冰激凌，那问题是它的成分里面可能水果一样也没有，它可能只有糖跟水，所以你就知道你吃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还有你吃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你都可以，当然有很多的化学我们都不知道，化学加工添加我们都不知道，对。可是你也可以慢慢的透过这样一个成分表了解各种食物它可能从什么样的构成啊。所以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下次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就要注意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跟它的一些这里面的说明就对了嘛。对，然后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对，然后聪明的消费者还包含你懂得品味真正的食物是什么，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食物。那当然在品评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品咖啡、品茶、品葡萄酒，对，然后各种的可是呢如果我们吃原型食物呢，要不要品呢？当然也要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各个地区它产出的，因为它的土壤、它的温度、它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产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呢，你可能也要必须要去重视你。各个地方所产出的食物到底哪里不一样？然后呢，所以从原型的食物里面呢去了解。那尤其呢，厂商常常给我们一些资讯，说告诉你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做不健康啊，什么叫做比较好不好？比如说这个蛋好了，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对哦，就是你不知道，你要了解为什么它不一样。是这个好吗？这个比较补吗？那不一定哦。所以厂商告诉你的，你现在。实践慢食在生活里面，你就必须要开始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就是说别人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干净的，这是来自于公平交易，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你必须可以找出它的源头是什么。尤其慢食里面很主张对话就是说你可以加入生产者的系统里面，也就是说你去多认识几个生产者，甚至呢你可能到源头去看看它蛋怎么产出的，那甚至呢认识几个农夫，知道你的食物怎么种植出来的，然后呢也可以到原产地去吃这个原产地所产出的东西，那这些都是你在生活里面可以实践慢食的第一步。所以很多的食物，很多的产品，你都可能真的要抱持一个很怀疑的态度，然后开始去追踪它，什么叫做好的。对，所以陈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有讲的美食旅游的概念嘛，知道好的，然后呢更进一步知道小农，然后信任小农，小农也会为我们生产好的东西。那我想今天我们认识很多慢食啊，也知道慢沉，知道怎么样来吃东西了。那最后呢，我想陈老师你要不要给我们这些呢观众呢一句话呢，让他们更了解什么叫做慢食啊？
其实慢食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重新，就像我刚才讲，你必须要重新的去思考你吃的食物是什么，然后呢，抱持一种比较有探究或研究的心理啊，然后去追踪它的来源，追踪它的源头，然后甚至呢，你要丰富你自己的饮食知识。对，也就是说，今天陈老师来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大家透过这个影片可以更知道什么叫慢食的知识跟理念，是吗？那我想很高兴呢，大家今天认识我们的这个开播的影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下面留言哦，分享你的慢食的理念。那希望你要跟我们追踪按赞哦。那下次见喽，再见，拜拜。